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后，美联邦参议员达科沃斯又率团窜访台湾，引发绿营大肆炒作。事实上，这已是达科沃斯1年内的第2次窜访。去年6月，他就曾与联邦参议员沙利文、库恩斯等人赴台，宣称美国不会抛弃台湾。去年7月，他又与参议员约翰·科宁提出所谓台湾伙伴关系法案。此外，他还多次在参议院推动所谓有台议案，鼓吹强化所谓台湾防卫战力的具体做法等，是十分典型的反华政客。就在赴台之前，达科沃斯还推出了一份跨党派的强化台湾安全法。法案要求评估向台湾提供致命武器援助的机会，加强台湾的情报、监测和侦察系统，并增加该地区所需的预制库存及区域预制储备物资，以维持主要军力。5月31日，蔡英文与达科沃斯会面时称，华盛顿正计划让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军队进行所谓合作，但并未透露更多细节，只是说我们期待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进行更密切、更深入的台美合作。而之后，在与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会面时，达科沃斯也表示，他此行带来了美国国民警卫队国家伙伴计划的负责人。他告诉苏贞昌，该计划将与你一起建立你们的全面防御，似乎是有意佐证了蔡英文的说法。但美国五角大楼以及国民警卫队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美国会一些议员在台湾问题上屡屡采取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错误行为，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十分危险。民进党当局企图拉拢外部反华势力，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民警卫队的性质，对于美国来说是它的常备军的后备力量，具有军事意图，同时呢，又有所谓的内卫性质。对于台湾而言，他现在的所谓的防卫主张有8个字，叫外防突袭，内防突变。怎么来说呢？那就是蔡当局对自身的权柄并不那么自信，尤其是岛内反独促统力量的一个成长，使得他对自身的地位并不那么自信。国民警卫队与台湾方面的合作，其实侧重于2个方面，一个是制度的学习，第2个也就是军事方面的一种勾连，特别是针对岛内的反独促统势力的一种挤压。就在达科沃斯一行人窜访台湾当天，台媒报道称，解放军军机30架次进入台湾岛西南空域，而且解放军军机9种机型齐备出现在台海上空，堪称全家福。5月31日，解放军军机又有4架次进入台空域。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这是解放军1周内第2次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而自4月中旬以来，东部战区已经3次主动发布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演练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这3次实战军事演训都明确宣示是针对美国向台独分子释放错误信号、美台勾连等采取的行动。美国会刻意的制造两岸之间的军事对立模式，一方面赚取军火不义之财，另一方面呢又能够迟滞大陆的发展。还是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根本，那就是要让自己的威慑能力做到能用、管用、敢用。做到这一步，美台的任何勾连，即便是军事上的勾连，都将是无效的。据日本日经亚洲杂志网站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出访亚洲前接受该刊书面采访时声称，美国愿意扩大对台当局的所谓武器援助和军事训练。奥斯汀还声称，美国将使台当局能够获得维持足够的所谓自卫能力所需的物资和服务。中方一向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然而，就在6月1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声称，奥斯汀希望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本月在新加坡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此前，奥斯汀曾表明将赴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期待与魏凤和当面接触，认为有助于区域安全稳定。
根据相会主办方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官网目前公布的会议日程，魏凤和将在6月12日发言，奥斯汀将在6月11日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防务政策发表演讲。专家指出，中美防长有面对面会晤的必要性，双方有太多需要沟通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奥斯汀很可能是借机想给台海问题降温，但这又与他表态要扩大对台武器援助的说法背道而驰。且在他这番表态之后，中美防长的会谈前景似乎也蒙上了一层阴云。美国干涉别国内政，或者说进行某种水面之下的军事勾连，有很多种方式，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传统式的军援协防，或者说签某种协议。对他们来说，如果对他们认为有必要投注的热点地区，他现在有很多的白手套，可以发挥出以前的正式官方合作的作用。比方说，像军售的商业化、军事合作的一个外包式，以及更多的看不见的情报协作等等。